当下每个瞬间，努力把爱留在他身边，亲口说出甜蜜誓言 ，Baby 爱你永不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不如跳舞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我们的 One Town， 今天来找林老师上课。虽然现在还不认识林老师，但是我提前看了林老师的视频，在我看来，林老师这个跳舞很有质感，而且就是说干脆利落的一个舞者。然后等接下来今天跟林老师上完课之后，再看看会是什么样的吧。5、6、7、8的时候跳一个 in 的 A。OK， 在 A 的时候呢，弟弟是一样低头。OK， 低头你跳的同时 in 的 A。2， 这个运动 in、2、in、3、in、4。对，有点挺的是他的腰背。有个这样的一个 OK， 5、6、7 and 8 and 1、2 and 想想是哪样的？2 and OK， 3 OK， 所有从现在开始，每个动作所有都要注意的是手，你手上的感觉，这个特别重要。OK， 你比如说。你在做一个动作，的时候，你的手是这样的，和这样的是完全是两个差别。对，它会让你的身体会又长了一截的感觉。对，所以每次你在做动作的时候，你都要注意你手上的感觉是什么。对，所以说手是你第二个表情。对，第二样，你手上就要手和脚这两个地方是比较重要的两个地方。对 ，3。有个肩膀，对，那个拧的感觉，对，有个拧的感觉，拧完之后打开，回脚 ，and 对，它保持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，感觉它是够了一下一样 ，and 对，拉回来 ，5、6、7、8 and 1、2 and 3 and 4， OK， 脚 3 and 4 ，Yes， 对 ，5， 打开手，对 ，Boom and 打开，对 ，and 7， 用手背 7， 对，用手背把腿把，and 对，在肘关节，对。And 5 and 6 OK， 然后脚在转的同时拉过来 7 and 对 OK， 8 去找对，这个手不要动，这只手是找另外一只手 OK， 碰到之后呢，另外一只手走，另外一只手不要动，对 OK， 成为一个阶梯的感觉。7 and 5 and 6、7 OK， 脚跟着过来，跟着你的手过来 and 对，脚跟在走，看脚跟在走and 对，所以说脚只有一步到头就好，但手有两步 1 and 2， 刚好脚到位，最后一步也到位and 1 and 2， 但是你要做到的是这个 ISO。控制好那个手不要动，控制好不要动，对。And 3 and 4 and， 对 ，4 and 5， 对 ，6， 对 ，OK， 5、6、7、8 and 2 and 3、4
4 and 5啊，你可以小一点，有点丑陋，你可以先小一点点，你先把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5。对，这个熟了之后你不需要想，这个时候你再加头就会简单很多。And 4 and 1 8 and 1 and 2 3 and 4 and 5. Okay, 6 7 and 8 6. Okay, so 6直接打走 and 6 and in 过来完之后 6抬脚 7，还有个画圆，对手呢 7 and 8 yes， 对，过来完之后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class， 对，先把动作给吃到肌肉里。对，现在我们是大部分时间都是用大脑在预判下动作，对，所以你没有时间去想音乐什么的。对，你在做的时候，尽可能的，不管是动作大还是小，你的肌肉一定是保持用力，你的肌肉一定是保持投入的这个状态。OK， 对，然后做动作没关系，对。要看起来要比后面的要好很多。为什么？因为前面一直在重复在做，后面倒是重复的次数少一点点。喘口气好不好？喘口气。最开始我们是16年在选上之后，16年11月份去的韩国，在韩国训练了差不多1年左右的时间，回北京就出道了。我们是17年是整个预热了1年。但是正常发歌，但是不算是出道。我们是18年的9月21号正式出的道，然后一直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到现在。我插队那会儿来的北京。哦。对，我在家自己开工作室开了有大概3年，那时候其实还是特别向往外边。14年、15年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是特别喜欢加波 walking 假面舞课。可能年龄比较小一点，不太清那个舞团嘛，美国那个舞团，对，总是戴着白色的面具那个，他们就是用那种old school 的音乐去编排一些东西，也用 old school 的一些动作，因为他们最后都是全能。我那时候应该就是郑老师他们搞的那个，就是也是一群老人都在一起，当时之前老师带我一起出去打比赛。然后就认识各种各样我老师的朋友，这儿的那儿的，只要是跳过舞，大家玩一块儿了，都是朋友嘛，也见过不少。当时也是驻马店一个街舞的一个大的一个改革，当时驻马店没有 hip hop， 没有什么 locking 这些东西。当时那儿开了一个巨大的商场，就是反正在那楼下办了一个街舞比赛，然后就很多的舞者来，因为当时是我第一次接触 hip hop， 然后反正就是慢慢就是学舞就学到了现在。那你应该是特别小的时候开始，7、8岁左右的年纪，因为我小时候这个身体状况不是很好，经常容易生病，然后父母就是为了让我可能有点这种抵抗力，然后就是说让我至少学点啥，让我动一动。刚开始学我是学 popping 的，学 popping 就是 breaking， 就这2个我是合在一起学的。我当时记得最清楚就是从小到大我练的最多的就是那个头定。我就练那个，对，头定，你定就是1节课，老师别下来，你定着吧。他们练他们的，我就定我的。你不说别的，当时哪怕做个 chair 就很炸，就往那一立，啪，
哇，都帅翻了。对，当时咱们这儿还没有太多人，就是各种滚啊、各种翻啊、各种托马斯那种东西，其实不是太多。哎，挺好的。跳舞让我算是说让我找到了自信，因为小时候也一直生病，干嘛？跳舞蹈还是改变了我很多。我说我也要开始尝试编舞。我要尝试着自己去编舞，它其实是一种练习。怎么说？就是可以说选择困难症。我也有。就是说我一个动作，我可能做到这儿，哎，挺顺的，我想往下接，我说往下顺，但是你看镜头觉得这个动作好丑，但是它又很，就是会很矛盾。我也会有。就找代替的话呢，然后你脑子里没有想不到。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动作还 OK， 会比较顺的话，你就先顺下去，你不要先卡在这儿纠结到。等你完全 OK 4个8完成了之后，你一边跳一边练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再用 free 的感觉去跳这4个8，你大概知道这些动作的动作是什么样的，就跟你学会一个动作之后，举一反三的道理是一样的，不一定每一遍都跳的一样，但是它都在这个框架轮毂里。明白。我每次编的舞教的课，可能我每遍可能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，某一个细节、某个角度呀，我会发现，突然我会发现啊，这样做会更好看。我懂那个点，懂这种感觉。但只要是他动作它是顺的，那个点它能顺得下去，那你就顺完。你突然给到一个特别短时间内让你去编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自己原来其实编舞速度非常快，没有时间去纠结那么多了。你只会按照你身体的本能去顺下去。对，你按照你本能顺下去，你再看镜子再跳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也没有什么差。其实这跟我们这个月8号的时候有一个活是那个我们队里还有2个人，他们就是一样，我们是从小都是打比赛的，一个是天津的。零下5度，我们仨还有另外一个我们队里的一个 B boy， 他之前是学 breaking 的，刚好那时候舞台嘛，我们就不想说要纯去 rap 纯去说，然后我们把前面那个部分，我们在前面进行了就是一些编舞。我想去现场的话，肯定是说要以很多的一些小的一些点，就是一些爆点，就是比较能让大家就是这样的一些点去支撑这个东西，要不然的话，大家看着很平的话，其实没有很大的吸引力，也没有说让大家有继续想看下去的这种感觉。我们在当中，改了很多地方，也改了很多动作，包括我们也设计了一些小花活，也不是说很难的那种，但就是会有一些亮点，就不至于说死气沉沉，或者是说比较平的那种什么律动那种东西。然后，但是最后呈现的效果还是挺好的。然后就是弄一天弄不出来，然后想。我说这个，他说那个，2个人想法碰不上，那就说那就再想吧，再想看怎么弄。但是也有能很快定下来，大家都统一的。然后一直到后面最后一天，地板上的一些动作的时候，就是实在是说不行了，没时间了，今天必须要定出来个所以然。就大家其实那时候很快，你一句话我一句话，就是互相妥协，然后互相又认可一下，在这个基础上说我有什么更好的想法。其实出东西很快，没有那个时间去逼你一把的时候。你老是认为觉得时间还够，慢慢编呗，就老会有这种很安逸的想法。但时间一旦不够的时候，我们当时什么动作来着？当时我们是 let's get over， 就是这么下地，然后下完之后，然后我就在原地不动，他俩从我身上一个前滚翻，然后滚到2边，然后我再从中间，然后做个这个，然后啪，我再站起来，然后这孩子他是 B boy 嘛。然后在地上转一圈，啪，再弹起来。我们当时是这么设计的，但就是前面那个下地那些配合的动作，怎么设计都设计不好。然后就后面就一直碰半天，碰出来最后这一版现场表演的时候，很帅，很精彩。你像编排舞台的话，其实，你大部分需要想的是，你在舞台上的这整个画面一定要在脑子里浮现出来。对，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？这个画面里面出现什么样的感觉的东西？对，你要是一直在卡动作的话，就会很难。你要先想什么样的形式，我以什么样的形式出来，你自然而然你就知道你要做点什么东西了。对，你先把线拉出来，再去勾勒里边的细节。我肯定会先去想这个舞台，这个音乐一起来，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出来，哪里需要动作，哪里不需要动作。舞台就是要比你咚一堆动作要来的要更好看一点的。大部分人观众看的是你这个舞台整体呈现出来的效果
是什么样的，视觉效果。视觉效果是什么样的。前2天不是也去了那个战马的那个年末舞台嘛？也是邀请了很多高校的那个街舞社，然后他们自己排的起舞。在视觉呈现效果都大差不差的时候，我觉得2点很重要，一个就是想法。他们讲这个创作灵感是他自己做了噩梦，梦见一个洋娃娃拿着刀在追他，然后他觉得很恐怖，就把这个梦带到了舞台上，然后把这个东西给呈现出来了。我觉得这也是个很棒的。另外一种就是说，北体我记得很清楚，一群 B boy 就是真的很炸，从视觉上呈现的那个效果，就是你看完之后就感觉。不是这儿在飞，就是那儿在飞，然后这儿还有个在转的，那儿还有个蹦蹦蹦就砸过去的，就让人看起来就噗，就台下就这样。B-boy 我觉得 B-boy 是一个，只要是跳 breaking 的，我就觉得大部分都会非常有想法。然后编舞这个东西就是第一，你刚刚说的想法，更练习你的画面感。你首先要在脑子里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画面感？其实这个每个人其实都可以的。你听到这首歌，你会想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吗？在脑子里会浮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吗？就是它是我的本能。我每次听到某首歌比较喜欢的时候，我在脑海都会浮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画面。就是还是说回来，编舞就是我觉得就会更困难一点，就大部分都在这里。你的身体一定是可以随时都可以抽离出来去跳任何东西，去模仿任何东西。我现在让你跳 locking， 你的身体就是一个 locker； 跳 hip hop， 跳 popping。你随时都可以抽离出来去跳任何一个东西。第2期的不如跳舞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林哥，耶！我刚跟林哥认识，然后林哥就是跟我说了这么多，然后也是很感动，也很感激。反正以后都来找林哥跳舞，都来玩就行了。对。那么这期到这就结束了，辛苦了朋友们，拜拜，下期见吧。